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还带着圣诞帽的阿拉斯加偏偏。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安全淋浴，注意是安全淋浴，不是安全领域。故事发生在圣诞节这天晚上，男主角小黑的好基友阿呆来找小黑玩吃鸡。吃完鸡，俩人就聊一些青春期男生都会聊的话题，无非就是那三个嘛：女生、女孩还有女人。原来小黑喜欢上了自己的保姆小白，让阿呆帮自己出点主意。阿呆说 ：“Sakes, I truly, sincerely hope you get some ass.” 小黑他妈对阿呆说：“今天是圣诞节啊，看在地根的面子上，你是不是应该早点滚回家？”阿呆说：“好的，马上就滚。”由于今晚小黑爸妈要去参加聚会，所以请小白来他家照看小黑。总感觉小黑他爸这犀利的眼神似曾相识啊。之后小黑他妈跟小白交代，小黑正值青春期，晚上可以点外卖来几串大腰子给他补一补。等小黑睡着了，就拿根铅笔搭在门把手上，这样我们回家就知道他有没有溜出来了。小黑爸妈走后，小白先是给男朋友欧阳无敌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今天要当临时保姆，不能约会了。可能因为看到小白给男朋友打电话，小黑明显吃醋了，翻出了一瓶红酒就开始吨。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美国法律规定未满21岁是禁止饮酒的。作为保姆的小白当然严厉批评了12岁的小黑。之后17岁的他跑到厨房也忍不住开始吨，被小黑发现以后，俩人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看恐怖片，再配点烧烤啥的就更完美了。小白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有点外卖，但是刚掏出手机，送餐小哥就送来了血丝呼啦的大腰子。奇了怪了，难道是小黑爸妈临走时点的？酒到酣时情更浓，小黑忍不住向小白吐露了心声，并且打算霸王硬上弓。然而大家都懂的啊，女人嘛都不喜欢小弟弟。小白非常干脆的拒绝了小黑。这时候小白的电话响了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威胁小白说在暗处盯着他。小白怀疑是前男友司马无情打来的骚扰电话，然而他来到厨房却发现窗户被打开了，难道真的有人闯了进来？小白让小黑把手机扔给他，打电话报警。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，透过猫眼却发现门外空无一人。小黑爷们儿的一把打开大门，对着外面就是一招江湖失传的绝学，你过来呀！刚才那招叫狮吼功，我还会一招江。嗨。原来刚才是阿呆搞的恶作剧，但是阿呆并没有打开厨房的窗户。此时楼上也传来了声响，坏人依然还在。三个人想打电话发现没信号，想上网发现没 WiFi， 想开车淘宝发现车胎被扎了。阿呆还发现了一块写着谁走谁死的砖头，吓得立马冲了出去，送上了本场比赛的医学。看来坏人手里有枪。小白和小黑来到小黑爸妈的房间里，找了把手枪防身，然后就躲进了衣柜里。而拿着猎枪和手电筒的坏人也跟着进来，到处搜寻二人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小白发现这个坏人的小动作如此眼熟，而且咋还戴着小黑的面具呢？你他妈别装了，你丫就是阿呆吧？原来这一切都是小黑的计划，为的就是演绎出英雄救美、虏获小白的芳心。小白非常生气，决定给小黑的家长打电话。小白，哎，小白，干嘛？之后两个熊孩子把小白绑了起来，还要跟小白玩真心话大冒险，趁机狂占小白的便宜。此时小白的男朋友欧阳无敌也来了小黑家，他说是小白半个小时前发短信让他过来的。欧阳无敌名不副实，被12岁的小黑2次 KO。小黑和阿呆顺利的制服了欧阳无敌，把他也绑了起来。小白对欧阳无敌说：“不是不让你来吗？”欧阳无敌说：“就是你让我来的，不是我让你来的，就是你让我来的，不是我，就是你。”原来是小黑用小白的手机发的短信，他还拿枪威胁小白，让他打电话把前男友司马无情也叫来，这样三个人就可以那啥了。小白坚决反对，所以小黑就从鱼缸里捞出了小白的手机自己打，手机居然没有坏。这骗子到底收了苹果公司多少钱啊？司马无情也名不副实，就算知道的是前女友小白让他来，他也依然爽快的答应了。在等待司马无情的时候，小黑决定和欧阳无敌做一个脑袋和油漆桶哪个更硬的实验，这种实验是会出人命的，所以连阿呆都吓呆了。此时小白挣脱了椅子上的胶带，拿起桌上的手枪瞄准小黑让他住手，但是求知欲旺盛的小黑依然坚持完成了实验。实验结果非常明确，脑袋确实没有油漆桶硬。眼看着出了人命，小白鸣枪示警，却发现手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。逃跑的路上又中了小黑预先埋伏的机关，所以又一次被抓了起来。此时小白的前男友司马无情终于赶到，小黑提前用小白的手机发了个朋友圈，说司马无情好烦啊，总是纠缠人家。然后对司马无情说小白让他写一封道歉信。智力低下的司马无情非常听话的写了道歉信，然后就被小黑用机关勒死在了树上，完成了 double Q。房间里阿呆良心发现，打算救出小白，所以小黑的 double Q 变成了 triple Q， 之后他一刀扎进了小白的脖子，顺利拿到了本场比赛的 MVP。小黑已经把司马无情伪装成了自杀，再把所有凶器都弄上司马无情的指纹，就造成了司马无情为情所困，杀死前女友和前女友的现男友以及路过的熊孩子阿呆的假象。然后小黑设置好门把手的铅笔，从隔壁翻窗户回到房间睡觉。爸妈回来看到一屋子的死人，立马报警。小黑则只需要装无辜就可以了。原来他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得到父母更多的关心。然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侧漏，小白并没有死，他在中刀以后偷偷在伤口贴上了胶带止血，在被送上救护车之前还用了一招一阳指挑衅小黑。彩蛋里小黑对他妈说想去医院看望小白，算是个开放式的结局。最后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晚上就别出去浪了，老老实实宅在家里看个片儿不也挺好的吗？是吧？拜了个拜。